你知道吗？1.4亿摄氏度有多可怕？温度是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微观上来讲是物体分子的热运动的剧烈程度。温度只能通过物体随温度变化的某些特性来间接测量，而用来量度物体温度数值的标尺叫温标。从分子运动观点看，温度是物体分子运动平均动能的标志。温度是大量分子热运动的集体表现，对于个别分子来说，温度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某个可观察现象，按照几种任意标度之一所测得的冷热程度，对于真空而言，温度就表现为环境温度，是物体在该真空环境下物体内分子间平均动能的一种表现形式。物体在不同热源辐射下的不同真空里，物体的温度是不同的，这一现象为真空环境温度。比如，物体在离太阳较近的太空中温度较高，物体在离太阳较远的太空中反之温度较低，这是太阳辐射对太空环境温度的影响。地球人类对大气的无节制排放所引起的地球整体升温厄尔尼诺现象、地球温室效应，同时也影响着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与人类的和谐发展。如果再低于这个温度，水就会结冰，高于0度的冰水混合物就会变为液态。生理学家研究认为，30摄氏度左右是人体感觉最佳的环境温度，也是最接近人体皮肤的温度。37摄氏度是我们人体的温度。现在你摸一下你的身体，就能感受到这个温度下的热量。60摄氏度的水虽然可以直接喝，但是这个温度你会感觉到稍微有点烫嘴。100摄氏度是地球表面上水沸腾的温度，这个热量足以瞬间将人的皮肤烫伤。非金属材料在低温下也能表现出磁性，这种磁体适用于制造新型计算机存储设备、绝缘设备等。但这类材料在温度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失去磁性。临界温度最高的非金属磁体在-230摄氏度左右，即使施加高压，也仅能提高到-208摄氏度。低温世界就像魔术师，各种物质出现奇妙变化。空气在-190摄氏度时会变成浅蓝色液体，如果把鸡蛋放进去，它会产生浅蓝色的荧光，摔在地上会像皮球一样弹起来。鲜艳的花朵放进去，会变成玻璃一样光闪闪，轻轻一敲发出叮当响，重敲竟破碎了。从鱼缸捞出一条金鱼，头朝下放进液体中，金鱼再取出来就变得硬邦邦、晶莹剔透，仿佛水晶玻璃制成的工艺品。再将这玻璃金鱼放回鱼缸的水中，奇怪的是，金鱼竟然复活了，又摆动着轻纱一般的尾巴游了起来。我们再来看看更高的温度，400摄氏度可以让铅融化，大约500摄氏度铁就会发出暗红色，达到1000摄氏度铁就会发出刺眼白光，1500摄氏度铁就会融化，3000摄氏度铁就会气化。这个温度下不会存在任何化学分子结构。太阳作为一颗恒星，太阳其总体外观性质是光度为383亿瓦，绝对星等为 4.8， 是一颗黄色基2型矮星，有效温度等于开市5800度。太阳与在轨道上绕它公转的地球的平均距离为149597870千米。按质量计，它的物质构成是71%的氢、26%的氦和少量较重的元素，它们都是通过核聚变来释放能量的。根据理论，太阳最后核聚变反应产生的物质是铁和铜等金属。有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将一个直径1米的凹面镜对着太阳，逐渐调整焦点。当得到了一个小硬币大小的太阳时，把一片金属放在焦点上，金属片立即弯曲融化了。测定焦点上的温度是3500摄氏度，因此太阳上的温度绝对不会低于3500摄氏度。人们又通过对温度和光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也逐渐地掌握了太阳的温度。
太阳温度可以根据它的颜色估计出来。平时看到的是金黄色的，考虑到地球大气层的吸收，太阳颜色就与6000摄氏度的温度相对应。另外，通过测量太阳的总辐射量、光谱分析和射电技术等方法，也能证明太阳上的温度是6000摄氏度。当然，这是太阳的表面温度，也就是说，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太阳光球层的温度。至于太阳中心的温度，据推算大约有2000万摄氏度。然而，6000摄氏度就是太阳表面的温度。这个温度下，基本上所有的原子都会被电离，只是失去电子多少的问题。温度再往上涨，原子会失去更多的电子。当温度达到400万摄氏度的时候，在这个温度下，质量最小的恒星就会进行缓慢的核聚变反应，将氢变为氦。当温度达到1500万摄氏度，这个温度是太阳核心的温度，不仅能将氢聚变为氦，还能将氦变为碳、氮、氧。1.4亿摄氏度，你敢想象吗？我们也知道，太阳只是宇宙中的一颗黄矮星，宇宙中有无数的恒星，在宇宙中还有很多比太阳更大、质量更高、颜色更蓝的恒星，它们的核心温度能够达到数十亿摄氏度，一路将氢元素聚变到铁元素，最后在一场巨大的爆炸中死亡。黄矮星在天文学上的正式名称为 G-V 恒星，是光谱形态为 G、发光度为 V 的主序星。这一类恒星的质量大约在 0.8 至 1.2 太阳质量，表面的有效温度在5300至6000 K。与其他的主序星一样， G-V 恒星在核心进行将氢融合成氦的核聚变反应。说了这么多，回头一看，才说到60亿摄氏度，跟标题中的 1.4亿摄氏度相距甚远。而且我们在宇宙的恒星中已经再也找不到比这更高的温度了。宇宙温度是指整个宇宙范围内所有物质的温度总称。宇宙温度因为衡量的领域广泛，因而在温度数值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上至宇宙大爆炸的10亿摄氏度高温，下至绝对0度，都属于宇宙温度的范围。在整个宇宙当中，温度无处不存在，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在月球上，无论是在炽热的太阳上还是在阴冷的冥王星上，这一切无不由于空间位置的不同而存在着温度的差别。例如，太阳表面温度是6000摄氏度，而处于太阳系里离太阳较远的冥王星的表面温度却只有-230摄氏度。又如传说中的牛郎星与织女星，在夜里的星空中，它们只是闪烁的小亮点儿，而怎能让人一下子想到牛郎星的表面最高温度竟高达8000摄氏度，织女星的表面最高温度竟达10000摄氏度，真可谓是热恋之星。下面我们来看看 1.4亿摄氏度，恒星中有没有这样的温度？那么我们只能回到宇宙中，并且是早期的宇宙，那个温度极高、密度极高的时刻。根据量子力学，粒子的动能并不能无限大，温度也不会无限高，因为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粒子的状态会不断发生变化，原子、质子、中子、电子等结构都会悉数崩溃。以质子为例，当极端的高温把它们分解成夸克汤之后，每立方厘米的夸克汤重达400亿吨。当温度达到普朗克温度，即 1.4亿摄氏度时，主宰宇宙的4大基本自然作用力将会合并在一起，成为大统一力，现有的物理定律全部崩溃。此时，宇宙只有纯能量，时间和空间也会失去意义。事实上，在138亿年前，宇宙从无限小的起点中诞生之初，就是处于这种极端的状态。人类所能产生的最高温是5亿1000万摄氏度，约比太阳的中心热30倍。该温度是美国新泽西的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中的托卡马克核聚变反应堆利用刀河川的等离子混合体于1994年5月27日创造出来的。在宇宙初期，夸克胶子汤只出现了10^-16次幂秒，
在欧洲，强子对撞机制造出了在极高温下唯一的液态物质。宇宙大爆炸那一刻，温度达到无穷大。宇宙大爆炸后10⁻44次方秒，温度约为1亿度。宇宙大爆炸后10⁻36次方秒，宇宙温度继续下降，当时的温度约为1万亿度。宇宙大爆炸后10⁻32次方秒，温度约为1亿度。宇宙大爆炸10⁻12次方秒后，温度达到1亿度。宇宙大爆炸后10⁻6次方秒，温度达到1万亿度。宇宙大爆炸后10⁻4次方秒，温度达到1000亿度。这也是超新星爆发时其星核的温度。宇宙大爆炸后1秒，温度降低到约为100亿度。在大爆炸后的大约3秒，温度降到了10亿度，这也是最热的恒星内部的温度。科学家们也认为这个温度是出现过的，不过我们人类还没有见识过。在宇宙形成之初，构成宇宙的所有物质还只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质量无限大，密度也无限大，体积无限小。在其发生大爆炸的一瞬间，大量的质量被转化为能量，这些能量很大一部分变为了热能，所以宇宙中的最高温就是在这一瞬间出现，而这个温度应该就是1.4亿摄氏度。在这之后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物质，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宇宙。如果温度可以无限的升高，那么其实科学家们所设想的普朗克温度也并不是不存在的。当温度真的能够到达普朗克温度，以普朗克温度来压垮时间空间是非常有可能性的。人类如今的科技如果想要来理解普朗克温度，有很大的局限性。可以这么理解，所谓的1.4亿度的普朗克温度能够强大到摧毁时间和空间。不过一切都还要有待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够给出答案。如果我们再创造出来一个这样的温度，就等于重新创造出了一个和我们宇宙一样的宇宙。